各位好，聊完了 iCloud 和 iCloud 加，我们再返回头来重新聊一下 Apple ID。那如果一直跟我的节目的观众呢，应该在最近一段时间对 Apple ID 和 iCloud 能有一个更多的感性的认识。最起码您能够区分 Apple ID 和 iCloud，它不是一个完全划等号的东西。Apple ID 像一把钥匙，而 iCloud 是可以被这把钥匙开启的一种 Apple 的服务。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大概的认知框架啊，那我想我们这个主题还是对您来说有不少收获的。那由于 Apple ID 这个话题，我们只在第4季的开篇聊了一期，就是给大家简单的有这么一个概念，聊了 Apple ID 是什么。那在我的评论中呢，也有观众在问说，能不能分享一个 Apple ID 换区的这个视频？那我当时就回复安排，对吧？那今天就是安排这期节目了。那我不但会讲如何的换区，而且还会跟大家比较详细的分析一下 Apple ID 有哪些信息被记录下来，而且这些信息应该如何的去修改。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那 Apple ID 呢，其实有2个地方可以看到并且修改你的信息，一个呢是在你的设备上，一个呢是在网页端。那比较完整的修改信息其实是在网页端，设备上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全。那我们以 iPhone 为例啊，当您打开 iPhone 的设置，然后点击你的名字进去之后，你看到的这些内容就是 Apple ID 的内容。那比如说啊，因为版本不一样，可能顺序跟内容稍有不同。当你点击设置你的名字之后，你大概率会看到个人信息，你点进去之后可以修改，就是你可以随时改名字嘛，然后登录和安全，这个你是可以改密码，然后你还可以看到付款和配送，这个你是可以解绑或更改或绑定你的付款方式以及你的配送地址，还有就是订阅你利用你的 Apple ID 订阅了哪些 Apple 的服务，或者是 App Store 里面的其他第三方 App 的服务，你在订阅里面都能看到。那这些其实是 Apple ID 所链接的一些你能够看到且改变的一些个人信息了。那再往下一个大的分类，上面是一大块分类，下面又是一大块分类，你看到的才是 iCloud， 然后下面是家人共享再往下是查找，然后再往下你会看到一个媒体与购买，应该是这样吧？因为我现在看到的这是英文版本啊，是 Media and Purchase。那中文翻过来应该大差不差，就是它的图标呢是一个 App Store 的图标。那这个设置我们特别的在这里跟大家多分享一点啊。之前我在评论回复当中也多次提到过，其实一台 Apple 的设备您是可以登录最多2个 Apple ID 的。但注意我的用词啊，我是说最多登录2个 Apple ID， 我可没有说最多能登录2个 iCloud。所以我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分享这个话题呢？如果你的 Apple ID 和 iCloud 的概念还是混为一谈的话，那么我们聊到这儿，其实你没办法听下去。那如果你像我开篇讲的，你已经完全能分清楚这2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差别的话，那我们讲到这儿，你就能听清楚了，听明白了啊。iCloud 一台设备毋庸置疑只能登录1个Mac 除外因为 Mac 是多用户的系统。那在不同的 Mac 用户下面，你可以登录不同的，但一个用户下面也只有1个。但 iPhone 和 iPad 是单用户系统，所以这一台设备是不允许你创建第2个用户的。那也就是说，也只能登录1个 iCloud。那这个媒体与购买，其实你是可以和 iCloud 分开的，你可以分2个的。也就是说，这就是大家常说的 Apple ID 的主账号和
附加账号、附属账号啊。那么所谓的主账号，那一定是保存你的个人信息最多的一个账号，那毋庸置疑了，就是 iCloud 的账号。我们之前分享的那么多嘛，那你这个主账号你可以自己看，你选择一个。但是呢，有很多时候，你为了下载一些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 App， 或者是享受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服务，那你是可以在这个选项里面啊，也就是说媒体与购买这个选项里面去改变一个 Apple ID 的。它默认是同一个，但是你一旦点击这个选项之后，你可以选择退出啊，退出之后你再可以选择登录另外一个 Apple ID。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你的iCloud 和 Apple ID 是不一样的。那举个例子吧，你为了安全，可能你希望你的主账户是非云上贵州的这个服务器啊，那你可能就要用你的主账户创建一个境外的海外的 Apple ID。而如果你只有这一个 Apple ID， 你可能没有办法下载中国大陆内地的一些特有的，像什么政府啊、学校啊、一些中国本土品牌，特别是一些智能产品啊、智能家居产品，一些中国本土品牌的一些 App， 你没办法下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再创建一个中国大陆区的 Apple ID， 然后把它登录到 App Store 里面。那这样的话呢，你所有的个人数据都被保存在 iCloud.com 然后不是云上贵州啊。然后呢，你打开 App Store 去下载软件和享受服务的时候，你却能够去下载中国大陆特有的这些 App。这个就使我们成为用这个 iPhone 有更多的可行性。这个也就是我说的 iPhone 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锁区就是它允许你这样去做。当然这个媒体与下载，你也可以说我有3个 Apple ID， 我有5个 Apple ID 我需要下载哪个国家的 App， 我就登录哪个国家的 ID 也可以。但注意，就是你的 ID 越多，你要记的密码就越多，因为 Apple ID 的密码是没有办法通过密码管理软件来帮助你记忆的当然你可以通过第三方或者是你自己去手写记录，这个是可以的但它不会自动的帮你记录 Apple ID 的软件，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属于根目录就是比较根性的这样的一个密码那反过来也一样嘛，如你可以用这个云上贵州的 iCloud，可能考虑到本地连接速度快一点等等然后呢，那你又想看一些 Apple TV Plus， 你又想跟着这个 Apple Fitness Plus 做运动，那这些服务都是国区没有的。那你也可以把这个媒体与购买项里面退出你的国区账号，然后单独登录一个外区的账号。那这样你也可以去看一些Apple TV Plus 或者是 Apple Fitness Plus 等等等等，就可以有了。所以这个呢，其实如果之前还不知道的观众，你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选项叫媒体和购买这个选项。好，那再往下翻呢，就是你注册在此 Apple ID 下的一些设备了。那根据大家的一些留言和评论呢，我也再次提醒各位我个人极度的不建议你把自己的 Apple ID 登录到其他人的设备当中。注意，我这个其他人是包括家人的也包括朋友也包括直系亲属。也就是说，你觉得他是我妈呀他是我女儿呀，他是我儿子呀他才3岁呀，那就登录一下我的 ID 免麻烦嘛。我告诉你，你绝对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个人建议我反复强调，如果你就是觉得这样好，请自便，这是你花钱买的你的设备你有权任意的方式处置它。但是我个人强烈的不建议你这么做。所以在 iPhone 的设置，点你的名字，然后滑到最下面，你从下往上看，你会看到一些产品硬件产品 iPhone、iPad、Apple Watch、HomePod、Mac， 这些你 Apple TV 你全能够看到，只要你买过，你全能够看到。那么你可以去核查一下，这个产品列表里面所列出的一定是你个人在使用的产品，而没有你的家人在使用的。那反过来，如果你个人正在使用一个产品，但是这上面没有，你也应该
注意一下了啊，去看一下为什么啊。一般来讲，除非你有明确的理由，这个就 OK。但如果你没有明确的理由，你却发现它没有，那你要检查一下你的账户是不是有问题啊？登录在那台设备上，你登录的账户是不是有问题？好，那这个是关于Apple ID 在设备端的一些基本的信息，有一些可以改，有一些只能看所以如果听到这儿，你发现我还没有说到怎么改换区 Apple ID 怎么换区，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在设备端你没有办法给 Apple ID 换区，所以如果你要想给 Apple ID 换区的话，你只能通过网页端去登录你的 Apple ID， 然后你才能够实现这个换区的功能。那这个网址呢，并不是所有的 iPhone 用户都知道的啊。那今天为了方便各位，我就把它打在我的屏幕上啊。如果你是听众正在收听的话也没关系，那我可以念出来。这个网址非常非常的好记，它就是 appleid.apple.com。非常好记 ，Apple ID 不空格啊，直接打下去 ，appleid.apple.com， 这个网站就是专门用来管理你的 Apple ID 的。那在这个网页上，我们就可以实现像换区这样的任务了。那我就不再给大家去截屏了啊，一个是我嫌麻烦，再一个呢，我也只有我自己的 Apple ID， 登录上去呢，这些都是个人隐私的一些信息，也不方便给全世界人民去看，是吧？那我呢，给大家，我眼睛看着跟大家念一下。那如果您觉得这一部分对你比较重要的话，你也可以找一个时间坐下来，一边收听或收看我的内容，然后一边呢找一台电脑，最好是电脑啊，但 iPad 也可以，但是 iPad 会极度的不方便，不建议用 iPad， 最好是找一台电脑，如果有的话，实在说没有嘛，那我用 iPad 也可以啊。但是用 iPad 的话，你打开 Safari， 你要注意输完网址之后。你要注意屏幕上的选项啊，应该是你要选择什么类似于一个我要从网页版登录，而不用去登录我本机的那个 ID 才可以啊。就是你要注意一下选项，自己看一下，具体是怎么说的我忘了。好，那有台电脑之后，你用任何的浏览器输入 appleid.apple.com 这个网址，然后登录你的 Apple ID 的用户名跟密码之后呢，你就能够来到最全的、最完整的 Apple ID 的查看、管理和变更的这样的一个页面了。在左边会显示你的头像、你的名字以及你的 Apple ID 主账号。那么再往下看呢，它应该有6个分类，依次是个人信息、登录和安全、付款与配送、家人共享、设备和隐私这么6个。如果你正好也打开了，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看啊。那么在个人信息里面，你可以看到有4个选项，一个是姓名可以改的，出生年月可以改的，不过出生年月好像可以改的次数有限啊，这个不一定是随便想怎么改就改，姓名倒是可以任意去改的。然后紧接着第3个就是国家或地区了。如果大家想把你的 Apple ID 转区的话，你只要通过这种方法来 appleid.apple.com， 然后在个人信息里面选择国家或地区，你就可以选择你希望的国家跟地区了。还有第4个就是语言。那在这里呢，我就回答完这位观众的问题了。但是讲到这儿我还希望跟大家强调几点关于您的账户安全。虽然说 Apple ID 现在目前是可以允许你改区的，你可以更改国家跟地区，但是呢，我个人只做过一次就是我更换了一个国家生活的那一次，我只做过这么一次，没有做过第2次，因为我觉得之前我在国内用的是中国大陆的 Apple ID， 我用了20多年，那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个里面，我就不太想再换了，我觉得再去换会比较麻烦，所以我就选择了改区。那你看我20年改了一次，那大概率上呢，未来也不太会改，即便改呢，也是以10年为一个单位，可能才会改。那么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大这个是属于正常需求。但是如果你并没有真的换一个国家或地区去生活，而只是把你的 Apple ID 的国家跟地区频繁的修改，注意我说的是频繁的修改，你要问我说多频繁算频繁，这个我不知道
但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比如说你一天改3回，那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出问题的。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和非中国大陆地区来回切，因为它的服务器是不一样的。你频繁的从云上贵州切到非云上贵州，这个切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时间，你来回蹦啊，这个我相信系统一定会查到你这个账号有问题，那么被封账号其实是有蛮大的风险的。所以如果你并不是真的换了一个国家生活，或者说你这个 Apple ID 你就打算以后就固定在某一个国家了，就是我并没有换国家生活，但是我一直用一个 Apple ID， 我现在觉得这里的不安全，我想换一个其他的地方，那你就换这么一次，想好了换这么一次，几年不动，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大的。但如果说你3天2头想下这个国家软件了，你就去换一个这个国家的，你想下那个国家的软件，你就换那个国家的，只要有需求就换，只要有需求就换。那这样的话，其实还蛮风险的啊，特别是对于你的主账号来说，如果被封掉了，可能里面保存的一些照片啊、通讯录啊、联系人啊，还有这个什么备忘录等等等等，就全没了。所以主账户我不建议大家这样的去跳跃。我更建议的是什么呢？就是像我在中国大陆地区生活的时候，我是拥有2个，甚至你也可以拥有3个 ID， 你可以多申请一个 ID。那比如说一个国区的啊，一个美区的，或者一个港区的，这个随便你啊。那么需要下载其他国家跟地区的 App， 或者是访问一些服务的时候，就像我上半部分讲到的，把那个媒体与购买的账号退掉，然后登录外区的，就可以实现了啊，没有必要频繁的去改你的主账号的 ID。所以方法告诉各位，但是风险呢，我也做一些自己的理解跟分享。我没有遇到过账号被封掉或者有风险的情况啊，但是我凭自己的直觉觉得这个风险蛮大的，所以方法告诉大家，但不建议大家换得太频繁。好，那第2个选项里面呢是叫登录和安全，这个里面你可以改你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就是注意电子邮件跟电话号码都是可以改的，只要不是 iCloud 的邮箱，你甚至邮箱都可以改。你像我自己的这个Apple ID 的主账号其实是一个Gmail 的邮箱，那其实我可以随时把它改掉，都没关系的啊，只有 iCloud 的邮箱是不能改的。但是其实你改主账号，其实我们不叫改，而是叫替换，它不能没有主账号，它必须有一个主账号。所以你要做的是把原先你不想要的这个主账号去替换成另外的一个邮箱作为主账号，而你替换过来的这一个它不能是一个 Apple ID。你不要说你有2个 Apple ID， 然后你把这个 Apple ID 的主账号拿掉，把那个 Apple ID 的替换过来，不行，它一定只是一个纯邮箱，从来没有注册过 Apple ID 的邮箱，你可以把它替换过来的啊，这个没问题，前提是不能是 iCloud 的这个邮箱哈。电话号码是可以随便换的，任意换都可以。然后你可以看到密码，你可以看到账户与安全，里面显示的是你的双重认证，还有几台受信任的设备，还有一个通知电子邮件，这个就是救援邮箱了。然后还有你的账户恢复，这个建议大家去设置，特别是各位开启了 iCloud 高级数据保护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设置一个恢复账户啊，就是找你生活当中一个信任的，同样是用 iPhone 的人，让他作为你的账户恢复联系人。一旦你的账户出现问题，它可以帮助你找回你的账户。那接下来是遗产联系人，这个也是一个新功能啊，也就是说，我们永远不想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这个 Apple ID 的主人他离世了，那这种情况下，他的 Apple ID 里面保存的所有的这些属于他的个人信息，这就是他的数字遗产。那么这个数字遗产它由谁来继承呢？那你可以在你还没有离世的时候去指定一位遗产联系人啊，数字遗产联系人，这个其实蛮重要的，特别是对各位Apple 产品的重度用户啊，类似于像我这样，就是里面有上 TB 的啊，上千个 GB 的纯粹的隐私的个人数据，满满的回忆都在这个里面。那其实这也是你的一笔遗产。那你提前指定一个联系人，其实是对你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我个人觉得啊。然后接下来是通过 Apple 登录的一些网站，以及 App 专用密码，以及联系人密钥验证。
联系人密钥验证，哎呀，我看看时间，快20分钟了啊。这个其实是 iMessage 的一个新功能，所以我在录制 iMessage 节目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个功能，因为我觉得它有点进阶了，也是最近1年刚刚发布出来的功能，应该是 iOS 17刚有的功能啊，我记得不错的话。那它是给这个联系人之间2个人你在 iMessage 互相发信息聊天嘛，注意 iMessage 啊，只有 iMessage 没有别的啊。你在用 iMessage 去聊天的时候，利用联系人密钥验证，可以帮助你确认对方是不是你认为的那个人啊，别是别人用些技术手段啊，冒充你以为的那个人在跟你聊天啊。那这个功能其实如果大家比如说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爱人，或者是恋爱中的男女朋友之间，如果你们都是 iPhone，我个人就强烈建议你们都用 iMessage 聊天咯。然后这个时候同样也可以建议你们，如果是这种场景的话，去打开联系人密钥验证啊，其实这个是为你们的安全加了一把锁啊。好，那接下来第3个就是付款与配送，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了。然后第4个是家人共享，如果你打开了之后，你可以在这个里边看到你所有的家人，他们的名称，他们的状态。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设备，这个是在设备端跟在设备端看到的一样，以及你的隐私，这个里面包括隐藏邮件地址、性别、iCloud 分析和你的数据，以及来自 Apple 的信息，也就是你愿不愿意接收来自 Apple 的推广，以及一些活动信息或者是广告等等等等，可以在这里面去进行更改。那我想我捡着重要的跟大家说一说啊，每一个去聊呢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只要你知道了这个网址，能看得懂文字啊，稍微进行理解，应该我觉得这些并不难。我知道看我节目的观众其实对数码产品的这个认知啊差别还是蛮大的啊，有挺好的啊，也有还不是那么好的。那这个话题我想在最近某一期视频会专门跟大家去聊，所以说呢，这期节目重点是希望大家知道 appleid.apple.com 啊这样的一个工具，以及呢 iPhone 不锁区，你可以同时登录2个地区的 ID 这样的2个重点啊，只要大家明白这个，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就达到了啊。也是本着回答各位听众的一些问题嘛。好嘞，那我们这一期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